你看好一档股票，于是你打开手机，滑到的全是它的利多，看到唱衰的就忍不住滑掉。那些唱衰的根本不懂啦，看了浪费时间。等一下，你是在研究它，还是在找人附和你？这两个有差吗？差很多。今天我们拆解一个你天天在做，却以为自己很客观的偏误——确认偏误。我又有种被抓包的感觉了。1960年，心理学家华生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测验，他给你3个数字，2、4、6，说它们符合某个规则，要你猜出规则是什么。你可以一直丢新的数字组合，它只会回答符合或不符合。太简单了吧，就是每个差2嘛，我丢8、10、12。符合。看吧，那我再丢20、22、24。也符合。所以你觉得规则是？稳了，就是连续偶数差2。错，真正的规则只是由小到大的3个数字而已。啊，那我刚猜的。你从头到尾只丢会符合你猜想的组合，从来没丢过一个想推翻自己的，像1、2、3或6、4、2。多数人都跟你一样，只想证明自己对，不想证明自己错。那我不是在解谜，是在帮自己的答案找掌声。确认偏误最可怕的地方在这。1979年，史丹佛3位学者找来支持与反对死刑的2群人，给他们看一模一样正反参半的研究资料。看完应该会中和一点吧，各退一步。相反，两边看完立场都变得更极端了。支持的人只记得支持死刑的数据，反对的人只记得反对的。同一份资料，各自挑走想要的。同一张考卷，2个人抄走不同的标准答案。这就是为什么吵架很少有人被说服。资料不会让你改变想法，你只会用它加固本来的想法。离开实验室，它铺满你的日常。演算法同温层，你点过的、按过赞的，平台就喂更多同类给你。久了，你以为全世界都这样想。难怪我的首页跟我朋友的长得完全不一样。第一印象也是，你一旦觉得某人不可靠，之后他做什么，你都会解读成你看吧，他表现好，你会说刚好而已。我对我前主管好像就是这样。还有算命跟星座，天蝎座很记仇，你只会记得符合的例子，忘掉不符合的一大堆。还有买东西，决定要买某只手机后，你查的评测，其实都在找理由说服自己买的对。所以我不是在做功课，你是在搜集我没买错的证据。换你当侦探，我说3个情境，你抓出里面的确认偏误。这次我学乖了，放马过来。第一，你决定某个品牌的车最安全，之后路上你特别常注意到它。不是它变多了，是我只注意到它，我自动忽略其他牌。第二，你上网搜某某是不是骗局，那他一定喂我一堆是骗局的文章，因为我问题就这样问，问法本身就有偏。漂亮。第三，你看好的政治人物出包，你说一定是被抹黑。你讨厌的出包，你说果然如此。同件事2号标准，全看我本来站哪边。学起来了嘛？看懂确认偏误，你就从找掌声的人变成找真相的人。搬到投资，确认偏误会让你报错股票，报到最后，最常见的是你买进一档股票后，就只看得到支持它的消息。我追踪的账号清一色都在喊他好那是因为你只追踪看好它的人，把唱衰的都封锁了。你打造了一个只会对你说 concrete 你的房间。我还真的封锁过一个一直唱衰他的网友。接着是选择性解读，财报好，你说看吧，基本面强；财报差，你说市场太短视，长线不变。好坏你都能凹成利多。还有最危险的一句话，我这是价值投资，不看短期波动。有时候这是信念，有时候只是不想面对自己错了的借口。我好像2种都用过。把一个真实情境走一遍。你手上有一档股票，刚出财报，营收成长放缓，但毛利率上升。我看好它，所以毛利率上升超赞，续报。那如果今天这一档是你放空的，同一份财报你会怎么读？我会说营收都成长放缓了，警讯，赶快跑。看到没？
同一份财报，你的立场先决定了你的结论。真正客观的问法是，假装你还没持有它，今天才第一次看到这份财报，你会买、会空还是会观望？我已经买了，这件事先忘掉，财报才看得干净。没错，你的持仓不该决定你怎么读新闻。为什么我们这么爱找认同？因为承认自己错很痛。大脑天生追求一致，让新资讯去配合旧想法，比推翻旧想法轻松太多了。所以我不是固执，是大脑想省事又怕痛。对，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，大脑会给你一点愉悦；遇到反对的，会给你不舒服，你自然就想避开。看懂这个机制，就是松开它的第一步。那我故意去找反对的，不就破解了？会痛，但方向对了。确认偏误无法根除，但你可以对抗它。4个方法：第一，主动找反方，别问有什么证据支持我，改问有什么证据会证明我错，然后认真去找。像246要去丢一个想推翻自己的数字。第二，帮对手辩护，把反对你的那一方讲到最强，强到你自己都觉得有道理，再回头看，你还站得住吗？第三，假装你没持枪，做任何投资决定前问，如果我今天现金，我会买进吗？痛但很干净。第四，找一个敢反驳你的人，主动去听那个唱衰的，别封锁他，把他当免费的风险侦测器。记住，你要找的不是证明你对的证据，是真相。我要找的是真相，不是掌声。我记下来了。来挑一档你最看好的股票，用这4招对它下手。第一招找反方，我去把唱衰他的理由认真列3个。很好，第二招帮对手辩护，假设我是放空他的人，我会怎么说服别人他会跌？第3、第4招呢？假装我没持枪，问现在的我会不会买，然后去把我之前封锁的那个唱衰网友解封，认真看他讲什么。那做完这4招，结论是他没我想的那么稳，但我也更知道他的风险在哪了。我这次是研究，不是找掌声。这一刻你就破解了确认偏误。下次你发现自己越查越确定，或忍不住想划掉一则唱衰，先停1秒，问问自己，我是在找真相，还是在找一个会对我说你对了的房间？好，那我今天就去把我封锁的那个唱衰网友解封。下一集我们聊过度自信，为什么你总觉得自己看得比市场准？我们实验室见。